你好，我是有为。秋分了，我们羊肉人最喜欢的冬天也就不远啦。这一集要来分享整理喷器跟阿肉的开箱，顺便介绍你一些生活小物。那么就开始啦。他是捣蛋鬼瑞瑞，因为太可爱了，所以放下来炫一下。上一集呢收了好多盆，这一集我们就来洗盆，准备一个不织布的滤网，这样才不会卡住排水管。然后尽量把盆里洗干净，这个有很多的死角，我们尽量就好咯。接着我们就来泡漂白素，这一个的名字叫过碳酸钠，它是一种氧系的漂白素，它不像是氯系的漂白水一样会有臭味，需要30到40度的水它才能发挥效果，而且它是强碱，是有腐蚀性的哦，要戴上手套再操作。浸泡的时间呢，大概就是15到30分钟。如果是用温度比较高一点的水呢，会有一点泡泡，因为它正在行化学作用。这个用来清洁炉台的油垢或者是油油的围裙都很好用。清洗完的盆大概就长这样啦，没办法跟新的一样啦，盆底实在是太多死角了。接着就把之前脱盆下来的多肉一起种一种吧。那一样，我用这个经过各式各样工作的绿色水桶来调土。这一次的颗粒土呢，一样是兴隆的一多肉颗粒土，加上在园艺店买的普通颗粒。泥炭的部分也是在园艺店买的，我是选择用比较单纯的泥炭，不是使用培养土。培养土里面呢，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废弃的太空包，那种土经过浇水流出来的水颜色很重，不适合拿来种在多肉啦，而且我又种在顶楼，如果那个水这样长期的积在地板上的话，这样也不太好。那这样子的培养土啊，也比较容易有马路，会有一些小虫，我们要来养这些多肉其实是不怎么 OK 的。这次我们要开箱的是阿肉觉悟坊，我在虾皮找到的，之前买过好几次了，其实它的品质都很好只是我养的不好，所以我这次再来挑战看看。后来呢，我买肉的习惯就是，如果是网拍，就会同品项买2颗，因为怕没养活。这一颗叫做是广寒之舞，不知道是凯特跟谁的交种，好漂亮哦。因为我韩肉的凯特呢都养不好，今年就养看看在地农场的，经过当地农场的驯化，应该会好养很多吧。这一颗呢，我没有看到花牌，然后我又去看了我的购物车，没有啊，难道它是正品？太好了吧，竟然有正品，我其实没有买很多它长得真像蒂凡尼兰斯龙。然后这个呢是拉威迷你莲，那应该就是拉威雪莲胶种迷你莲吧。看它的形态呢，看起来很像是树状的，应该是可以养成树状的样子，粉橘粉橘的，好可爱哦。这个是白卡西斯，很像是老品种了，之前我也买过1颗，不过就没养起来，今年再来试试看。我总觉得它现在这样小苗的样子长得跟红橙玫瑰好像，但是它又我看别人的成株照啊，又不是这样子的样子。多肉真的都长得很像啊，但我就是喜欢这种叶子长长的，然后又宽宽的、尖尖的，这样很漂亮。这是最后1颗，为什么只有买1颗呢？因为它是黑皇后，养得真好啊！这个叶序排得很密集，而且连座型的，好好看，就是长在我的审美观上。
然后呢，我放了1周，不管是多肉植物还是其他的植物，买回家就是先放在你预定要放的那个地方，1周以后再来动它，等土干，然后等它们适应环境，我们再来换盆。为什么要等土干呢？因为土干根系才不会伤得太严重，然后适应完环境呢，叶子跟它的那个根系都已经觉得这边好像可以生活了，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养活，是这样说吗？然后现在啊，台东晚上的夜温是26到28度，大家都知道吧？这是一个很适合多肉生长的温度哦。最近的天气啊，晚上我已经不需要吹冷气睡觉了，其实蛮凉的。那白天呢，还是很热啦。水分其实要跟上，那你的多肉就会大得很快。水分跟上的意思就是要浇水，不要断水，让它去吸饱饱，你就可以抵抗外面那个很热很热的状态。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继续行它自己的光合作用，就会长得很漂亮哦。画牌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没有它，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。收起来。铺盆的时候啊，尽量我们选在光线比较充足的地方，我们才能好好的检查有没有虫卵啊，有没有一些虫啊。这个季节啊，也是多肉好发虫害的季节。虽然说在台湾1年4季都是虫害的季节啊。所以适时的用一些杀菌药啊、杀虫药啊，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。不过就是要遵照农药行的指示，它上面那个药效啊，大概7天或者是10天，然后比例一定要按照上面的。就我们跟这个地球共存共生嘛，那我们希望它可以有序发展下去，那就要好好的对待地球啊。看阿肉的这些根系都长得很好虽然有一点点板结啦，不过那个难免嘛。然后看起来这些粗根都还很 OK， 白白的，看起来很健康。短茎型的这一种我们要更仔细的检查哦。你看，买台湾农场肉的好处就是容易会有宝宝。接下来就开始种吧。然后因为有点赶着拍，所以我镜位抓的没有很好。这个好几颗镜头都在拍我肥肥的手背。那我的配图啊，其实大家看了也就知道，其实蛮随便的，就是大概泥炭3，然后颗粒7，然后搅拌，其实也不确定有没有混好，但就是这样子放上去了，大概装在8、9分满的一个程度，然后再把它塞下去，就这样没了。接下来就是同样的手法，装土，然后放肉，然后拍，把它拍好。可能会有点无聊，不然我们来闲聊好了。我最近呢在重新学剪接软体，之前是用手机上面找到的电脑版，其实那个蛮好用的。不过有一天呢，它突然就不能，因为更新了嘛，每次都会有新版本嘛，而且它更新的很勤劳。然后有一天就不能用我最喜欢的降噪功能跟文字的 AI 字幕自动输出，所以我现在就学了其他的软体。但是有一个最困扰的地方，就是它是英文版，虽然它有简体中文的翻译，不过大部分的有一些特效啊什么的还是英文啦。日常生活其实不太常用到英文的话，现在就都还给老师了，所以我现在剪接影片的时间变长蛮多的，加上又要拍，然后又要编辑，然后分配这样子，还找不到一个好一点的方法，就继续习惯它啦。接着2周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出根啦，看起来也都很好，不错不错。
要努力的长大哦。后面就来看看我度夏完以后还有什么多肉很美呢？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这是白凤的叶子，它长出来了，但听说它很容易长叶不长根呢。等再大一点，直接把它埋在泥炭土里面发根好了。